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皮层特异性视觉反转。这项研究由波士顿大学、麻省理工等合作完成，成果最新于2026年在顶级期刊《自然通讯》发表。研究聚焦日常谜题：为何闭眼睡觉强光不惊醒人？传统教科书观点认为，睡眠时大脑被动关闭感觉输入，但这项研究有力揭示，大脑并非完全被动关机，而是开启了一种主动的视觉降噪护盾。即便闭眼时，强光仍能穿透眼睑进入视网膜，视觉皮层主动压制干扰信号，从而保护睡眠稳定。闭眼并不等于绝对黑暗，强光仍能穿透眼睑，部分光线能透过眼睑并直接抵达视网膜。在清醒闭眼时，视觉系统依然敏锐，它能准确捕捉到这些穿透的光线变化。既然光信号能顺利进入大脑内部，为什么在睡眠中不会引发警觉反应？眼睑这道物理防线存在明显漏洞，真正关键在于睡眠时大脑如何应对入侵信号。传统教科书认为，睡眠时丘脑扮演了关键闸门角色。这个模型长期主导我们对睡眠中感觉隔离的理解。丘脑会像保安一样主动拦截来自外界的感觉信号，特别是光信号从视网膜出发后，必须经过丘脑中转。睡眠时，丘脑闸门紧闭，阻止信号上传到视觉皮层，这样大脑高级区域就不会受到外部光刺激的干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门紧锁，信号被彻底拦截在门外。然而，这个经典假设正面临越来越多实验证据的挑战。实验证据表明，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，声音与光线信号其实都能到达感觉皮层，这直接动摇了丘脑闸门假说中信号被完全拦截的推论。实验示意图显示，蓝色信号穿过了丘脑大门的裂缝，视觉皮层在放大镜下出现电火花般的活动，证实信号抵达关键。矛盾在于，丘脑未完全阻断信号，为何我们依然看不到光？这暗示大脑皮层在睡眠中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方式。研究人员认为，必须同时观测大脑深层与皮层表面的活动，这正是本项研究采用同步扫描技术的动机。该研究采用 EEG 与 fMRI 同步扫描技术，脑电图使用32通道 MR 兼容电极帽，它能毫秒级精准追踪睡眠微状态。功能核磁共振为3特斯拉 Prisma 扫描仪，搭配64通道头圈，实现全脑3维高精度成像。15名健康成年人在扫描仪中自然入睡。实验步骤包括 EEG 佩戴与功能定位等。首次实现睡眠视觉通路的同步全景观测。实验采用14赫兹频闪光作为刺激探针，刺激通过特制投影仪发送给闭眼参与者。光源包含高强度与低强度两种条件，高强度100%亮度，低强度10%亮度，每秒闪烁14次，产生稳定视觉诱发电位。该频率可诱发稳态视觉诱发电位 SSVEP。研究目标是比较大脑对不同强度光的反应。这种设定用于观察大脑应对不同强度入侵信号。清醒闭眼时，光线清晰，直达丘脑的 LGN。在 fMRI 上，外侧隙状体呈现出强效激活，随后信号传入早期视觉皮层 V1 和 V2。光信号在 fMRI 上同样都显示强激活，整条视觉路径从视网膜到皮层全程激活。清醒闭眼时，大脑视觉处理中心全负荷运转。这一基线数据为后续睡眠对比提供参照，它证明清醒时闭眼状态下，光信号可直达皮层。进入浅睡睡眠阶段后，光信号仍能抵达丘脑。视觉丘脑的神经核团保持高度活跃状态，但早期视觉皮层却出现异常强烈的深度抑制。这种负向反应与清醒时皮层被点亮截然相反，说明丘脑闸门并未完全关闭信号传递通路。光信号已经进入大脑，但却被皮层主动压制，这是睡眠中视觉系统发生一次完整信号翻转。翻转机制体现了皮层主动降噪的保护功能。睡眠中的视觉系统呈现出空间上的精确解离。丘脑的 LGN 保持活跃，其激活水平与清醒时几乎一致。大脑外壳的视觉皮层出现大范围信号塌陷，皮层完全逆转了视觉输入的反应，从激活变为抑制。这种内外不一的格局说明系统并非全面休眠，这是一次精准的局部封锁，而非整体断电。丘脑忠实地传递光线信号，但皮层已启动主动压制。这种空间解离是皮层护盾策略的关键特征。强度悖论揭示，睡眠中刺激越强，皮层的负向反应越猛烈。
低强度光仅引起视觉皮层轻微的去激活，高强度光则触发皮层出现极深的负向 BOLD 峡谷。两者对比显示，皮层抑制力度与刺激强度成正比，这绝非偶然。大脑动用了主动压制机制来对抗强光，这一强度依赖性进一步确认了皮层护盾的主动性。它表明护盾并非简单阻塞，而是按需增强防御，从而有效保护睡眠不被强光干扰。状态映射矩阵清晰划分了各脑区反应模式，清醒状态丘脑和早期视觉皮层 V1、V2 均被激活，其中仅有 V3 区域呈现微弱抑制信号。进入睡眠阶段后，丘脑依然保持激活水平，但是早期视觉皮层 V1、V2 和 V3 全部转为深度抑制。矩阵数据揭示，转变的唯一发源地是皮层，丘脑的状态完全不受睡眠阶段影响，皮层则经历了信号方向的180度翻转。折线图对比清醒与睡眠期的 BOLD 曲线，灰色区域表示持续16秒的视觉刺激，清醒期反应是一条显著上升的峰值曲线，信号在刺激后快速攀升并维持在高水平。睡眠期反应截然相反，形成一道深谷，信号在刺激开始后急剧下坠并持续走低。BOLD 信号的暴跌意味着血氧水平大幅下降，这究竟源于神经元活动减少还是主动抑制？科学界对 fMRI 中的负向信号有多种解释。皮层突然暗淡可能源自其他生理假象。研究团队列出了3个最可能的嫌疑假说。第一个是全局唤醒导致的血管收缩，第二个是 K 复合波对皮层活动的镇压，第三个是活跃脑区窃取周围血管的血液。研究者将像侦探一样逐一排查这3种可能性，利用本次收集的庞大数据集来揭露真相。全脑扫描率先排除了全局唤醒假说，强光引发惊跳反射并导致全身血管收缩，但全脑图显示激活与去激活局限在视觉系统，红色激活与蓝色抑制都精准限于后部视皮层，其他脑区几乎没有任何信号波动出现。这证明皮层抑制不是全身血管收缩所致，而是大脑实施的精准定向屏蔽机制。全局唤醒假说因此被正式排除。第二个待排查的假说是 K 复合波的镇压效应。K 复合波是 N2 睡眠期的特有巨大慢波，被认为具有压制皮层活动的保护功能。研究推测强光刺激可能会触发这种波，但海量数据回溯给出了极其明确的否定答案。高达 95.8% 的刺激试验中根本没有出现 K 复合波，强光与弱光引发 K 复合波的概率也没有显著差异，负向反应完全独立于 K 复合波发生，因此排除。第三个待排查假说正是血管窃血效应。他认为 LGN 过度活跃会抢走临近血液，这种抢夺会造成皮层血氧下降的虚假信号。然而解剖学证据彻底推翻了该假说。LGN 与视觉皮层拥有独立供血网络，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血管分支，互不干扰。相邻非视觉脑区没有任何信号下降，因此窃血假说被排除为主动抑制扫清障碍。全局唤醒、K 复合波及血管窃血3种假说均已排除。全局唤醒无法解释为何反应局限在视觉系统， K 复合波仅在 4.2% 的刺激试验中出现。血管窃血因丘脑与皮层独立供血而被推翻。排除所有假象后，唯一真相是皮层主动抑制。这种负向 BOLD 信号并非来自血管或唤醒假象，它直接来源于视觉皮层神经元的主动制动。睡眠时大脑并非休眠，而是在消耗能量压制输入。在睡眠期间，大脑全局的促醒神经调制明显减少，这反而解放了视觉皮层内的抑制性环路网络。光信号成功突破眼睑和丘脑到达皮层，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就像触发了防御机制一样，它们开始疯狂放电并强制压制兴奋性神经元，局部血管随之收缩，导致 fMRI 血氧信号暴跌。这就是研究中观测到的巨大信号深谷来源。皮层主动抑制并非静态，而是持续消耗能量的过程。传统 fMRI 负向信号常被误认为大脑在休眠，实际上它代表皮层消耗能量的主动抑制过程。清醒时，能量主要用于兴奋性神经放电活动；睡眠时，能量转向主动抑制，服务于不看。该机制类似主动降噪耳机，消耗电量发射反向声波。睡眠中的视觉皮层同样消耗能量来压制光线干扰，因此负向血氧信号并非大脑怠工或停摆，
而是皮层维持精密防御状态所需的高能量投入。现在长期以来认为睡眠时丘脑是封锁感觉信号的关卡，但这项研究彻底颠覆了该认知。旧模型把睡眠视为被动的信号断电，新模型显示丘脑入口依然敞开，真正的拦截发生在视觉皮层内部。皮层部署了强大的抑制网络，主动拒收干扰信号。这不是简单的阻断，而是主动的防御护盾。这一转变重塑了我们对睡眠保护机制的理解。进化智慧并没有选择彻底关闭丘脑通道。如果丘脑完全阻断感觉信号，人在梦中遇火光无法惊醒，这种致命危险将直接威胁个体生存安全。因此，大脑保留丘脑的在线监听功能，同时依赖皮层主动抑制网络进行降噪。微弱光线在皮层被阻挡消除，不干扰睡眠。致命危险信号仍可以通过底层通路触发唤醒。睡眠不是被动关机，是精密部署的防卫状态。大脑隔离现实的终极防线，最终在皮层主动逆转。光能确实可以穿过眼睑，丘脑也并非绝对关卡。睡眠早期，视觉皮层发生信号180度翻转，皮层主动抑制构建了终极降噪护盾。这一机制确保睡眠不被微弱的光线打扰到，同时保留丘脑感知危险信号的底层报警通路。研究排除了全局唤醒、K 复合波等生理假象，未来可探索快速眼动睡眠中的皮层状态。该发现颠覆了经典被动丘脑闸门模型，